注意看，這個男孩要越獄，他先是在勞改時偷偷割下一塊木板，回到宿舍將木板從襪子取出，然後再在上面刻上一個數字20。接着他來到球場邊，假裝看比賽，趁亂掏出一卷膠帶，把拖鞋死死纏住，然後他穿過球場，朝圍欄快速走去。只見他一個加速，輕鬆翻過4米高的圍欄，已經被警衛發現了他，只能加快速度，拼命向樹林裡跑。男孩每跑過一處，地上都有個標記，1、2、3。這時，警衛們開着車追上來了。男孩不敢停下腳步，拼盡全力往前跑。然而，雙腿怎敌4輪，很快他就被攔住了去路。男孩看了一眼地上的19號木棍，然後將手中的20號木棍插在旁邊。這已經是他第20次越獄失敗了，他也因此被禁足1周。但他並不在意，而是問女管教要來10卷膠布，把撕得稀碎的刑法書重新粘合起来。這天，女管教為幫助他擺脫社交障礙症，說服他參加訓練流浪狗的活動。他告訴男孩，只要能學會與狗狗相處，就能明白如何與人相處。起初，狗狗并不喜歡男孩，但男孩嘗試着給它好吃的，帶它散步，來讓狗狗放下戒心。逐漸熟絡後，狗狗開始給它梳毛，幫它剪指甲，甚至耐心地給它洗澡。漸漸的，狗狗對男孩有了依賴，而狗狗的出現也讓男孩變得開朗起來。男孩會把午飯的香腸留下，跟狗狗一起吃，還會親自給狗狗做好吃的食物，並在手工課上給狗狗做了狗牌。不僅如此，男孩還大量閱讀飼養狗狗的書籍，瀏覽訓練狗狗的視頻。在他的不懈努力下，狗狗變得訓練有素。男孩還發明了專用口哨，即使他躲在暗處，只要一吹口哨，狗狗也能輕鬆找到他。就這樣，兩個受傷的心靈相互慰藉，度過了一個個美好的周末。可幸福的時光總是短暫的。這個周末，男孩像往常一樣躲在牆後吹口哨，可是無論吹幾次，狗狗都沒有出現。男孩上前詢問，得知狗狗因為他的訓練變得聽話粘人，現在他已經被他人領養。男孩無法接受這個事實，因為他唯一的寄托也被剝奪了。 No, I don't want to work with another dog. I want to train and care for my dog. 回到宿舍，他一气之下把所有關於狗狗的書籍撕碎，然後翻開床墊，一腳踹斷床板，按照老辦法用膠帶纏住拖鞋，將木板別在腰間，二話不說衝向圍欄，開始第21次越獄。但這一次他是為了自己心愛的狗狗，還是熟悉的路線，他也再次跑到第20號木棍前。同樣的2個警衛早已恭候多時，但這次男孩並沒有束手就擒，他扔下手中的木棍，轉身鑽進了草叢。就這樣，他終於成功逃出了少管所。事後，女管教立刻聯繫將男孩親手送進少管所的哥哥。女管教告訴哥哥，男孩還有2天就成年了，到時候如果再偷竊，就會被抓進監獄。哥哥得知消息後焦急萬分，四處尋找男孩的下落。